辉达公司创办人暨执行长黄仁勋访台15天，在台湾掀起一股人来疯，所到之处聚集大量粉丝，宛如超级巨星。在一个所有物理法则都是王道的世界里，有一家公司敢于挑战这些法则，那就是科技创新的巨人辉达 NVIDIA。 他们推出了一款改变游戏规则的人工智慧晶片，这款晶片不仅打破了现有的界限，还超越了它们。这款晶片如此强大，甚至比最强大的量子电脑还要厉害。这样的进步究竟是如何挑战物理学的基本原则？它对人工智慧、量子电脑及其他领域有何影响？黄仁勋及其辉达是如何惊人崛起的？从游戏图形显卡到如今 AI 巨头的非凡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下面我们来一探究竟。全球只有4家公司市值超过2亿美元，分别是微软、苹果、Alphabet 和位于加州的晶片制造商辉达。只有3家公司市值超过3亿美元，辉达是第3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美国公司。苹果是第一个在2023年达到这一目标的公司，而微软在今年稍早也实现了这一壮举。辉达的上升速度最快，辉达的市值从1亿美元升至2万亿美元，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从2万亿美元升至3万亿美元，只用了96天。这一增长归功于其支持现代人工智慧的先进技术的高需求。这家公司成立于1993年，最初是为了提升电子游戏图形，现在却成为了21世纪领先的人工智慧公司。2022年3月，辉达推出了专为资料中心设计的 Hopper 架构，用于支援人工智慧加速器。Hopper 的发布在人工智慧社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随着2023年人工智慧热潮的到来，这些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由于短缺和高需求，客户在订购 H100伺服器后需等待36至52周才能收到。光是2023年第3季度，辉达就售出了约50万个基于 Hopper 的 H100加速器。辉达在人工智慧市场的强势地位以及其 Hopper 产品显著提升了公司的市值。以美国数学家大卫·布莱克威尔命名的 Blackwell 架构，向他在博弈论、几率论、资讯理论和统计学方面的重大贡献致敬。这些领域对 Transformer 基础生成人工智慧模型的设计和训练演算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布莱克威尔也是第一位被选入国家科学院的非裔美国学者。在2023年10月的辉达投资者发表会上，公司公布了更新的资料中心路线图，其中包括 B100 和 B40 加速器以及新的 Blackwell 架构。之前 Hopper 的继任者在路线图上被称为 Hopper Next。 然后在2024年3月18日的图形技术大会 GTC 上，辉达正式宣布了 Blackwell 架构。超过11000名与会者，包括软体开发人员、科技领导者和股东，在圣荷西的职业冰球场聚集，参加为期4天的人工智慧盛会。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辉达 CEO 黄仁勋身上。黄仁勋解释说， Blackwell 不仅仅是一个晶片，它是一个完整的平台。虽然通常与 GPU 生产相关联，但辉达已经超越了传统设计。Hopper 代表了 GPU 发展的巅峰，而 Blackwell 则是其基础。Hopper 拥有280亿个晶体管，但其架构才是真正的亮点。辉达首次将2个晶片合二为一，以每秒10 TB 的速度进行通信，没有记忆体或快取问题。尽管对 Blackwell 的雄心壮志持怀疑态度，但辉达坚持了下来，最终推出了创新的 Blackwell 晶片。Blackwell 整合到2种系统，一种完美搭配 Hopper 简化了升级，另一种在原型板上展示了其强大功能和未来潜力。想象一下，一个配置有2个 Blackwell 晶片和4个 Blackwell 核心，连接到一个灰色 CPU， 透过超高速连接。这种配置有望彻底改变计算方式。根据黄仁勋的说法，这台电脑独一无二，将庞大的运算能力压缩在小空间。为了进一步突破物理学的极限，辉达需要新的功能。
辉达的最新发展是第5代 NVLink 和新的 Transformer 引擎，这个引擎的速度是其前身 Hopper 的2倍，具有网络内的运算能力。由于多个 GPU 需要快速共享和同步讯息，快速链路和网络内的运算能力大大提高了效能。其额定速度为每秒 1.8TB， 实际速度甚至超过此标准，使其比 Hopper 更快。总体而言，它提供的每个晶片的训练性能提高了 2.5 倍，这要归功于其新的 FP6 格式，并引入了 FP4 格式，后者将干扰任务的吞吐量翻倍。这对于节能、减少网络频率和优化时间使用非常重要，对生成型人工智慧的未来大有裨益。黄仁勋称这个时代为生成型人工智慧时代，因为它标志着运算的重大转变。辉达的新处理器专为这个时代设计，关键特性是透过 FP4 格式实现的内容标记产生。这款晶片是辉达 Blackwell 人工智慧超级电脑的一部分，提供了 Hopper 5倍的标记生成能力。辉达计划透过开发更大的 GPU 来超越这项性能。NVLink 开关是一款先进的晶片，拥有500亿个晶体管，几乎和 Hopper 一样大。它具有4个 NVLink， 每个的运行速度为每秒 1.8TB， 使每个 GPU 能够同时全速通讯。这代表了计算技术的一大飞跃。你可以基于这项技术打造前所未有的系统。最新版本的 DGX 相比6年前的版本有了巨大的改进。第一款 DGX-E 的性能是每秒170万亿次浮点运算 teraflops， 而现在辉达已经达到了每秒720千万亿次浮点运算 petaflops， 接近100万万亿次浮点运算 exaflops 等级的训练表现。这是全球首台能在单一机架内实现 exaflops 效能的机器，目前只有少数几台能达到这个等级。这款 DGX 不仅仅是普通的人工智慧系统，它是一台紧凑型机架中的 exaflops 级别的机器。那么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呢？ DGX 的核心是一个 NVLink 骨干，它拥有惊人的每秒130万亿位元组 terabytes 的带宽，比整个网络的带宽还要大。而这一切的高效运作并不需要昂贵的光学设备或收发器，每个机架仅耗电120千瓦，其中还节省了20千瓦的功率。每1瓦节省下来的电力都非常重要。DGX 也采用了液冷技术，运转时温度维持在25摄氏度，冷却系统确保最佳性能，流速为每秒2公升，输出温度为45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系统的 GPU。 对辉达来说， GPU 是一个复杂的组件，包含60万个零件，重量约为3000磅 1.5 吨。过去训练一个具有 1.8 万亿参数的 GPT 模型需要3到5个月，使用25000个安培电流。用 Hopper 的话，需要8000个 GPU 和15兆瓦的功率，大约90天就能完成。而现在用 Blackwell， 只要2000个 GPU 和4兆瓦的功率就能完成同样的任务，效率和效能显著提升。Blackwell 有望成为辉达最成功的产品发表，大家对其充满了期待。接下来我们来探索辉达在机器人领域的成就。辉达深入研究实体人工智慧的奇妙领域，机器人在现实世界中自主导航。以前人工智慧主要在数字领域内运作，处理单一电脑中的数据，例如 DGX 系统。但想象一下未来，人工智慧摆脱这些束缚，机器人拥有自己的智能，能够自主地在现实环境中移动。这就是机器人领域的奇迹时刻。辉达一直致力于为机器人开发综合系统，包括用于模型训练的人工智慧强大系统 DGX， 以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机器人处理器 AGX， 设计用于低功耗环境中的高效传感器处理。弥合数字和实体领域之间的鸿沟是 Omniverse， 辉达的虚拟世界模拟引擎托管在 Azure 云端上。在一个繁忙的仓库里，人类和堆高机协同工作，由一个先进的系统监督，像空中交通管制员一样管理交通，确保安全。令人惊讶的是，
你甚至可以与这个未来的仓库对话，所有的事情都及时发生。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自主站，让过程顺畅有效率。在 Blackwell 的领导下，机器人技术的未来近在眼前。我们在深入了解这些令人惊叹的机器人。随着机器人在各行业的兴起，其安全性和便利性变得不可忽视。汽车产业将是受影响最显著的产业之一。明年，辉达将与梅赛德斯和捷豹路虎合作，整合他们的先进技术。黄仁勋宣布，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公司比亚迪将使用辉达最新的创新技术 Thor。这款新一代 AV 计算机专为 Transformer 引擎设计，将塑造机器人技术的未来，可能导致人形机器人的出现。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方面，辉达推出了 Project Groot， 一个旨在改造机器人学习的计划。辉达不只是想象，而是在发明和探索，充分实现人形机器人的潜力。Project Groot 是机器人技术的重大进步，提供了一个能够处理多模态指令和过去互动的综合基础模型。这个模型透过其复杂的算法，使人形机器人能够自主决定下一步行动，有效地将人类命令与机器人执行联系起来。Project Groot 的核心是 Isaac Lab， 这是辉达利用 Omniverse Isaac Sim 创建的一个专门的机器人学习应用程式。Isaac Lab 为人形机器人提供了一个虚拟训练场，以提高其技能并适应现实世界的情况。与 Isaac Lab 一起的是 Osmo， 一个计算协调服务，它协调辉达的 DGX 和 OVX 系统的工作流程，使训练和模拟更有效率。Project Groot 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从最少的人类演示中学习的能力。透过分析少量的人类互动，使用 Project Groot 的人形机器人能够帮助完成日常任务，并高精度地复制人类的动作。这是透过辉达的先进神经网络实现的。这些网络理解人类行为，并将其转化为机器人指令。Project Groot 使人形机器人能够根据自然语言指令执行动作，提升了其灵活性和实用性。由辉达设计的新的 Jetson 4机器人晶片对于 Project Groot 的能力至关重要。该运算系统利用辉达 Thor SoC 提供令人印象深刻的800 teraflops 8位元浮点 AI 效能，对于处理 G200T Blackwell 等复杂 AI 模型至关重要。GPU 架构，下一代 GPU 架构确保高速通讯，提供了必要的运算能力，以实现人形机器人的最佳性能。随着人形机器人在自主性和功能方面的进步， Project Groot 在创新方面引领潮流，标志着人工智慧驱动机器人技术的新纪元。辉达对软件开发和先进技术的强烈承诺，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人形机器人的潜力是巨大的，将来他们会无缝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各个产业，改变我们与科技的互动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辉达是如何成为今天的科技巨头的。在1990年代，大家还在用模糊的电视荧幕、拨接上网和米色的电脑箱。这10年见证了个人电脑的变革。在90年代初，显示文件浏览器视窗或文字区块是主要的图形需求， CPU 可以很好地处理这些任务，除非你在做动画或工程工作，这需要更复杂的图形。而对于进阶图形，电子游戏机是首选。然而，来自加州的3位工程师黄仁勋、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和柯蒂斯·普里姆有不同的想法。他们想设计一种专用硬体处理器，能够为个人电脑带来先进的图形效果。他们在当地的丹尼斯餐厅喝咖啡，进行头脑风暴，最终得出一个重要的见解： CPU 设计用于串行处理，一次处理一个任务，而生成游戏的 3D 图形需要重复的数学密集的任务，这会使 CPU 不堪重负。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能够并行处理的独立晶片，这将是计算技术的重大进步。这种晶片可以将复杂任务分解成小任务并同时执行，大大提高了效率，特别是在渲染 3D 图形方面。这个新晶片后来被称为 GPU，
将与 CPU 协同工作，处理图形任务。这个想法成为辉达的起点，并在接下来的20年中改变了计算和计算机科学。当时，辉达的目标是提升 PC 上的游戏体验，这个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1993年，在加州弗里蒙特的一间公寓里，辉达的旅程开始了。辉达成立于一个创新的想法，将平行处理的 GPU 整合到家用电脑中。辉达这个名字结合了下一个愿景 NV 和拉丁文羡慕 NVIDIA。黄仁勋希望这个名字能反映公司的目标，也就是创造一款让竞争对手羡慕的下一代图形晶片。辉达公司创办人黄仁勋作为一位来自台湾的美国高技能的电气工程师，曾在 LSI Logic 和 AMD 担任重要职位，具有丰富的经验。LSI Logic 在辉达早期阶段非常重要。黄仁勋与 HP 和Sun Microsystems 的工程师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以及前 IBM 和 Sun Microsystems 的图形晶片设计师柯蒂斯·普里姆共同创立了公司。他们都是技艺精湛的工程师，但在创业初期也遇到了许多困难。1993年，他们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找了一位律师帮忙注册公司，但手上只有$200。黄仁勋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这点钱投资到公司，获得了辉达20%的股份。这笔初始投资使公司得以注册成立。他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筹集资金支持他们的雄心壮志。说服创投并不容易，投资者更喜欢有成功经验和强大愿景的创办人，而不是精美的商业计划。尽管面临挑战，辉达最终引起了红杉资本和 Sutterfield Ventures 的注意，并获得了$2000万的融资。对于一家新公司来说，这似乎是笔巨款，但黄仁勋与 LSI Logic 的联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他透过与 LSI Logic 的 CEO 联系，安排了与红杉资本的会面，后者之前曾投资过 LSI Logic。尽管最初持怀疑态度，但红杉资本最终决定投资辉达，看中了不断增长的显示卡市场。他们最初投资了$200万，随后又追加了$1800万，为辉达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当时，投资辉达是一个冒险的决定，有89家公司追求类似的目标，但最终只有 AMD 和辉达存活下来。1999年，辉达上市，其市值达到$6亿，使最初的投资翻了100倍。那时，辉达还是一支由工程师组成的小团队。资金到位后，他们花了2年时间组建团队，并开发了他们的第一款产品 NV1。1995年推出的 NV1 标志着辉达进入市场。在 NV1 的开发过程中，辉达与 Sega 达成协议，为其游戏机生产晶片。这些晶片被用于 VR 战士和 Daytona 等热门游戏。NV1 晶片也相容于计算机，使玩家能够在 PC 上玩 Sega Saturn 游戏，这是1995年的新概念。辉达做出了大胆决定，为 NV1 晶片采用4边形影像渲染架构，而不是三角形，这让 Sega 不太满意。尽管 Sega 有顾虑，辉达的领导阶层依然坚定不移，拒绝改变方向。他们为什么选择4边形而不是三角形来渲染多边形呢？ Lazy Game Reviews 在影片中解释了这一决定的原因，选择4边形或方形而不是三角形是为了透过减少 CPU 的工作量来加速渲染。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多边形数量，从而更好地渲染曲面物体。在当时 CPU 速度和记忆体容量较低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更为有效，尤其是对于某些游戏中的物体或模型。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和记忆体能力的提升，这种方法变得不再实用。此外，它还引发了相容性问题，因为没有支援 OpenGL 这一广泛使用的图形 API。辉达和 SGS Thomson 甚至怀疑消费者是否需要 OpenGL。此外，当 DXX 和 Direct 3D 推出时， NV1 的4边形渲染带来了更多限制。辉达尝试透过软体修补程式解决这个问题，使 NV1 能够运行 DXX，
但仅限于软体模式，削弱了其硬体加速能力。尽管初衷是创新，但 MV1 计划最终未能产生重大影响。它旨在提供一个多功能解决方案，将 3D 图形、视讯和音讯处理等整合到单一晶片中。然而，正如黄仁勋后来解释的那样， MV1 就像一只章鱼，复杂多面，也许过于超前，最终未能吸引市场的兴趣。市场需要的是更简单的东西，一种专门的 3D 图形晶片，而不是像 MV1 这样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此外，与竞争对手相比， MV1 被认为过于昂贵。更糟的是，产业正在变化，微软推出了 DXX 一个新的 API， 支援基于三角形的 3D 图形渲染标准，这使得图形编码对开发者来说更容易，促使他们采用 DXX。 不幸的是， MV1 晶片无法与 DXX 相容，导致许多现有游戏在辉达的新晶片上表现不佳，甚至无法运行。这次的不相容性对辉达来说是个重大打击，他们的合作伙伴 Diamond Multimedia 因为销量惨淡和缺乏游戏支持，退回了大部分购买的25万台 MV1 晶片。这次退货让辉达几乎破产，公司不得不裁掉了一半的员工，留下了一大堆卖不出去的晶片，损失高达1000万美元。就在这场危机中，辉达还在为 Sega 开发 MV2 晶片，这款晶片也使用了同样过时的4边形架构。黄仁勋意识到要生存必须改变方向，于是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他找到 Sega 的 CEO 入正一郎，提出在全额付款的情况下研发下一代晶片。Sega 的 CEO 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同意了黄仁勋的请求，这让辉达能够根据行业趋势重新调整焦点和资源。如果 Sega 在那个关键时刻撤资，辉达可能会面临灭亡。这笔资金如雪中送炭救了辉达，黄仁勋感念入焦昭一郎这个贵人。黄仁勋曾说，那是我们所有的钱，他的体谅和宽容多给我们6个月的时间，让辉达起死回生。MV1 的经验教会了辉达了解顾客需求和市场趋势的重要性，塑造了他们未来的策略。当你看到辉达现在拥有的高达万亿美元的市值，很难想象他们曾经距离毁灭性的失败如此之近。然而，倾听市场回馈并专注于个人电脑市场，标志着他们非凡成功故事的开始。在遭遇挫折后，辉达决定以更直接的策略重新进军 PC 产业，当时的时机是再好不过了。1999年，辉达发布了 GeForce 256显示卡，不仅是个大热产品，还彻底改变了产业。它是第一款可程式显示卡，同时也让 GPU 这个术语普及开来。这项突破让玩家和开发者能够探索新的创意可能性，利用进阶的阴影和光效，大大提升了游戏体验。凭借这一成功，辉达在同年上市。到了2000年，他们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为微软的 Xbox 游戏机开发图形硬体，这为辉达带来2亿美元的预付款，标志着他们从之前与 Sega 合作的主机项目中取得了重大飞跃。Xbox 于2001年推出，配备了辉达打造的特殊晶片 MV2A， 这是辉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引领他们在2000年代的成功。他们在为索尼 PlayStation 3开发处理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引起了主要电脑行业玩家如苹果、戴尔和惠普的注意。这些公司将辉达的 GPU 整合到他们的产品中。由于策略决策和创新技术，辉达的成长似乎不可阻挡。辉达的一个关键举措是将自己定位为无厂晶片公司，也就是只设计晶片而将制造外包。黄仁勋支持这种方法以降低成本，并与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厂台积电 TSMC 合作。台积电的先进制造能力对辉达的成功至关重要，而辉达则专注于晶片设计。将制造外包使他们能够投资于创新，超越游戏晶片，并认识到 GPU 在并行处理方面的潜力。他们旨在透过2006年推出的 CUDA 工具为开发者提供支持。CUDA 透过利用 GPU 进行多种应用的平行运算，
彻底改变了平行运算。在 CUDA 推出之前，程式设计 GPU 对开发者来说既复杂又令人生畏，需要深入了解复杂的底层机器码或 API， 这常常让人头痛。然而 CUDA 简化了这个过程，让开发者可以用熟悉的语言如 C、C++ 和 Java 编写 GPU 程式。这项创新不仅在图形应用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处理大数据集的各个产业能够利用并行处理能力。2008年，东京工业大学利用 CUDA 加速的 GPU 为他们的超级电脑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效能。自那时起，许多资料中心，包括亚马逊网络服务、AWS、Google 云端平台和 Netflix， 都采用了 GPU 进行各种应用，如云端运算、机器学习、视讯串流和网络搜寻。然而，真正的改变来自于人工智慧的崛起。2012年 AlexNet 的推出成为关键时刻。这是由多伦多大学博士生 Alex Krichkevsky 开发的创新深度学习神经网络。AlexNet 利用了 GPU 的计算能力，将2张辉达 GeForce GTX 580游戏卡连接到他的电脑上。Krichkevsky 在一个包含120万张图片的大数据集上训练了 AlexNet 的神经网络，结果非常显著，图像识别准确率大幅提升，错误率从上一年的 25% 降至 15%。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打破了长期以来对神经网络的怀疑，并引发了所谓的人工智慧冬天。多年来，专家们一直质疑神经网络的实用性，但这次成功证明了他们的怀疑是错的。辉达 GeForce GTX 580显示卡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设计用于 CUDA， 他们为像 AlexNet 这样的深度学习任务打开了平行演算法的大门，这引发了深度学习应用的无限可能。辉达领导了这一潮流，他们对 CUDA 及其生态系统的投资得到了回报。辉达的 GPU 成为训练和部署人工智慧模型的首选。以 ChatGPT 著称的 Open 人工智慧依赖辉达的 A100 系列 GPU 进行快速部署。ChatGPT 成功推出后，科技巨头们争相购买辉达的 GPU， 导致需求激增。A100 GPU 尤其受欢迎，尽管每台价格高达11万美元，微软仍购买了1万台，辉达卖出了数十万台。这种前所未有的需求推动辉达在截至2023年7月的季度销售额达到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2023年5月25日，其股市价值在一天内飙升至840亿美元。到2023年5月30日，辉达实现了历史性的里程碑，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6家达到这一成就的公司。今天，辉达的市值已达3万亿美元。谢谢您的观看，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